这里是长野县，日本阿尔卑斯群山的故乡。从东京出发，穿越群山，来到最深的山谷。这里藏着一湾神奇的乳白温泉和一间依山而建的温泉旅馆。跟着我们从东京出发，穿越夜幕，去寻找这片被群山环抱的温泉秘境。现在是晚上的9点26分，我们现在在日本的千叶县一个公交车站，然后我们订了一个夜行的巴士，准备坐这个车到松本县做夜行，然后明天早上凌晨5点到。然后到了之后，我们会再转电车去泡白骨温泉。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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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拜拜。拜拜。我们的车到了，走吧。这是我们第一次坐夜行巴士。我们现在来上车了。我们是这个33个，好像是。它这个座位是可以往后躺的。哇，躺下去了。这个脚蹬可以到相对比较平的位置，对，45度吧，大概。好了，那我们就睡觉咯。然后明早我们就5点多到松本。走吧。哇，现在长野要比东京冷好几度，因为它海拔比较高。现在只有0度，我刚看了一下温度，我感觉待会儿再往上走就要下雪了。我还挺期待下雪。然后前面就是松本站，我们去前面坐电铁。哎，你看那是2度。啊。上面写的2度。这我也15了。哦，好冷啊！赶紧进去。我感觉我们这羽绒服买的很正确。我们在东京一人选购了一条这个 Montbell 的羽绒服，日本这边买比较便宜，然后它是有这个10%的折扣。因为我们23号要去长野看花火大会，那会儿晚上会比较冷，然后我们就提前一人买了一件这个比较轻量级的羽绒服。我们过来的时候，它有好几台机子，然后我们得选这台上高地线的。哦。走这台，其他的该不行。然后选这个上高地的话，你可以切成简中。画面将用简体中文表示。简中的话，它这里面有个叫星星什么妈什么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新岛岛的意思。但如果你看不懂的话，日本语它这里可能更好理解，就新岛岛。然后画面将用简体中文表示。选了之后，一个人710，我给它拆进去。出来一张票。对。这我们的车票。到松本的。我们车已经在这等我们了。新岛岛松本。是吗 ？Press button when light is on to door open。哦，它自助点开。哎，我们得把门关了。自助关门。自助关门，好舒服啊！哇，整个电铁就我们2个人。这是最早的一班电铁。出的雪山，哇，太美了！
这里还有秋叶，顶上是这种白霜，底下是秋叶。有可能。我们现在到了新岛岛站，接下来打算搭公交去白骨温泉。啊，8点的是吧8点到白骨温泉应该是。Onsen Spa。雨落，这个底下叶子还是秋叶，然后上面就有白霜，还有云雾，太好看了！看看蓝天，哇！接待室，进里面去等一下公交发车。哇，大家看一下，超暖和，很温馨。又是只有我们2个人，我们就是很早班，哇，太温馨了，在这个暖调的小木屋里，然后看外面这个山。上车上车，车里好暖和呀。随便坐，就坐这吧。前往白骨温泉的公交车，整个车上加上司机一共4个人，特别空旷。晕车了，晕车了，家人们，山路太绕了，我们还坐了后面。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白骨温泉的泡汁汤站。白骨温泉并不只是一个温泉，只要在这白骨温泉乡附近的都属于白骨温泉。这里有2家最出名的温泉旅馆，一家叫泡汁汤，另一家就是我们预定的叫小黎的汤。酒店订的是一博，是170美金，大概是1200块钱。然后我看那个小红书评价说，这个那个小黎的汤他们的餐食味道一般。然后我看了一下价格，就是如果加餐食的话，一个人要加50美金，大概就是一顿餐是700块人民币。所以算下来感觉性价比不高，我们就没订吃的。我们想说附近买一点。然后后来这个温泉旅馆的人给我叔打电话，因为我们电话填的是我叔的，就说那个这附近都没吃的，如果说我们不订餐食的话，要提前买些干粮。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订了一点。订了那个1个晚上的，你们看一下，这就是小黎的汤。这家店的话是有那个酒店里有私汤，然后入住的话是可以免费预约半小时，然后酒店里面还有公汤，公汤的话是男女分开的，然后可以随便泡，据说风景挺好的，我们先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是提早到，所以我们跟他沟通说能不能提早 check in， 然后他说不行，然后我们可以先把行李放一下，放在这之后，我们先去附近逛一逛，然后到下午3点再来 check in。OK。我们现在沿着这个路线走，现在我们在这个泡汁汤小黎的汤这里，然后我们打算先去公共野天风旅。可以看一下现在的环境，这里的海拔有1200米，然后气温现在估计太阳升起来会高一点，可能就是个位数吧，3、4度。哇，这个非常空旷。哇，这个水是热的吧？你摸一下，这是热的水，感觉有那种很重的硫磺味，烫吗？哇，好舒服，不是很热，但是很舒服，就是温温的。一个非常出名的野天风旅，然后里面我们就不拍了，我们待会儿去里面体验一下。泡完野天风旅，我们来到了著名的泡汁汤，这里的温泉富含硫磺和钙质，与空气相遇时变成乳白色，池底的石灰沉淀如白骨纹路，便有了白骨温泉的美名。是的，好黄啊，好可爱呀！我们现在泡完这个泡汁汤了，
然后我们是没有订这里面酒店，但是它这个酒店是支持日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花这个住酒店的钱，但是你同样可以花50块钱一个人，然后去泡里面的公汤，然后环境特别好。然后现在要回我们刚刚订的温泉旅馆小黎的汤。予約ができるんですけど、1回だけなので。可以选一个时间，半个小时的。我们可以选一个今天的下午5点到5点半。可以啊。哦 ，yes，5。Okay. And then we eat dinner. Yes. 那会儿太阳差不多落山了。ご利用の際は入浴中に変えていただいて、終わったら戻していただくように。就是有人入浴的时候不能拍。登っていくとございます。OK。お部屋ご案内いたします。他现在给我们介绍这个温泉旅馆的设施。レストランがこちらでございます。OK。这是我们的房间 ，Thank you。所谓 turn off shoes。そこでお願いします。Okay, thank you。哇。すごい。鍵、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鍵3つございまして、一番上が金庫の鍵でございます。Thank you。很棒。大きな鍵お2つがお部屋の鍵でございます。冷蔵庫の中身すべて無料ですので、もしよろしければお召し上がり。ごゆっくりどうぞ。哇，我们看这个窗外，窗外是这个白桦林。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浴袍，到时候可以穿这个去泡温泉。对。日式榻榻米，在地板上睡觉，非常日式的风格。这是欢迎甜点是吧？对。OK。这是我俩刚刚脱下来的衣服，然后他们这边应该是泡私汤嘛，为了保暖，可能你泡完之后出来，一裹就进来了。这个是浴衣吧？对，泡私汤的浴衣。棉袄，浴衣在底下，所以它有这种浴衣和服。然后刚刚其实我已经拿出来了一遍，这个重新叠的，所以不太整齐。他们叠的就是很整齐在底下。这两个应该是腰封，就绑腰的，然后还给了2个袜子。然后刚刚这个特大号就特别长，应该是穿不了的。这个是大，超长的。你看看他们这个大有特大有多大？你传示一下。这个是船头的窗户，这上面都结冰了，结水了。哇，今天天好蓝啊！看到我们窗外的景色。这个是小阳台，小阳台这还有个冰箱，我们看看有什么。哇，还有朝日啤酒，这应该都免费喝的。然后
这个是我们窗外的景色。这个应该就是那个祠堂，沿着这个下面一直走到那个地方。我们预定的是下午5点到5点半。它这个入住的话，每个人可以免费泡半个小时。在这个主卧外面就有一个厕所，看一下厕所怎么样。传统的日式温泉旅馆都是没有淋浴的，它就是配备一个马桶。这个环境还不错，挺现代的这个装修。挺大的。看这是什么？看着还行。然后马桶 ，OK， 然后外面还有可以看到这个景。OK。看一下我们换装了，换装了。走吧，我们现在泡公汤了。我们现在泡祠汤了。哇，它这个走廊好长啊！好的。露天分旅，哇，你们看，露天的白骨温泉，外面就是白桦林，太美了，哇，这里可以坐。我们现在就泡在这个祠堂里面，现在温度应该是0度左右吧。傍晚的5点半，太阳已经落山了。看这个天空，因为这里水雾比较大，所以我们不敢拿运动相机或者拿那个相机来拍，所以就拿手机凑合拍一下。晚餐是在1楼的餐厅里吃的，你们看一看。哇，寿喜烧。这个是和牛肉，然后怀石料理，生鱼片，然后这个应该是待会儿做寿喜烧的。信州サーモンの笹寿司、鶏の塩麹焼き、栗きんとん、きのこと金華のおひたしでございます。お作りが信州サーモンと馬刺しでございます。こちらお鍋が温泉使用した信州ポークのしゃぶしゃぶでして、味付けがポン酢と塩コショウをご用意しております。塩コショウの方はお肉やお野菜入れた後のお出汁を入れていただくと塩だれにもなりますので、そちらでも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第一次吃，用粽子叶包着的，里面有这个薯条啊、三文鱼还有米饭。Thank you. Whiskey and soda. The steak.对，我们上一个住的酒店，它是分为这个公汤和私汤的。公汤就是你可以随便去泡，然后私汤就是每一个去
入住的一个酒店，它可以以这个为单位去进行半个小时的预约，然后我们是约在了当天刚入住的下午5点到5点半，因为我们晚上晚餐是约的5点半之后嘛，所以就是刚好泡完一个汤，然后热热的就可以去吃饭。对，然后我们2个公汤应该都是每个人泡2次，对吧？我泡2次，你也泡2次。它那个公汤特别好看，就是它是在一个落地窗的里面，你可以把那个窗户打开。打开之后，外面就是红叶，它会有的红叶会跟着风飘进来，然后你头顶上感觉非常凉快，底下就是那种白骨温泉，白色浑浊的水，然后它那个水还是可以喝的，就是他那边给你准备了杯子，你自己去那个温泉那边接一点水，然后来喝，就是那种有点臭鸡蛋的味道，硫磺味，对，而且感觉这个温泉是那种浮力相比于普通的它感觉会更大一点，比较大，可能是有一些矿物质，就是你用手撑在那个地面上的话，你会觉得更容易飘起来。对，而且汤的颜色也特别好看，就是那个约半小时的那个私汤，它旁边的那些岩石板应该是叫，都是自然冲刷打磨下来的，就是一层一层的，对，就是很有美感。对，然后我那个第2天早上我自己又去泡了一下，我感觉就是因为就我一个人，我是早上5点多就醒了，我前一天晚上7点多就睡着了，然后我就是感觉是这1-2年来睡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然后第2天早上5点多醒，我就自己一个人去泡公汤，里面就我一个人，然后我把那个窗户打开，然后外面的风吹进来，那种感觉就特别爽。